誰為愛世人願捨身？這禮物化作活存的心靈，幸福是接受和活出這禮物的真諦，教我學習愛到痛時就如遇見主。人一生最如緊，豔陽縱使多耀眼，如若沒愛，彷彿天空阻隔了光線的障紋。請潔淨我心眼，長留着愛的恩泉，清澈璀璨。河北省係中國天主教徒最集中嘅省份，教友人數超過100萬，佔全中國天主教徒人口嘅1/4。當地有一個女修會，名叫德蘭會，以聖女小德蘭命名。小德蘭是傳教主保嘛，我們中國也是比較注重傳教，所以就把小德蘭成為一個傳教主保，成為德蘭會。德蘭會其實早喺1932年創立，但係經過戰爭、文革嘅洗禮，到咗1988年，修會先至再次復甦。當時中國正值改革開放之後，而當地嘅天主教會就處於百廢待興嘅狀態。到底應該點樣重新建立一個女修會？就連當地嘅主教亦都毫無頭緒。但係一班10多20歲嘅女青年，卻堅定咁要回應天主對佢哋嘅召叫，去到獻身生活，甚至唔理父母嘅反對，佢哋都要做修女。特別是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之後，他們經歷了很多的迫害。沒有家長願意我們去做修女的，可是我們這一群人就很執着，不管家長怎麼反對，沒有人阻擋住我們去做修女的那個願望。所以出來的時候就有一個決心，再苦再難我會走到底，就那個決心就非常強。其實也不知道修會是什麼，就是我要獻身於教會啊，我要為教會去服務啊，是一個這樣的一個想法。所以呢，就是當時後來是我們的王主教啊，他一看到我們這麼多人，這怎麼辦呢？人家國家也不讓成立修會啊，但是我們還是有很多人渴望的，所以就88年的時候就有幾個人就開始說，我們至少先度團體生活嘛，到底修會是什麼呢？也沒有人跟我們講過，但是我們還是願意當一個修女。反正修女不知道是什麼，人家說修女應該怎麼樣，我們就怎麼樣。一班充滿熱忱嘅女青年就令德蘭會再次誕生。當時有啲人會趁夜闌人靜嘅時候，將一啲殘障嘅嬰兒放喺教友聚會嘅民宅門口。教友好多都出於愛心，將呢啲小生命抱翻屋企輪流照顧。但係隨住教友收養嘅孤兒漸漸增多，佢哋嘅負擔亦都越嚟越重。有見及此，當時嘅主教就將嗰啲散居喺教友屋企嘅殘障孤兒集合喺邊村，將照顧呢啲孤兒嘅職責交俾德蘭會嗰啲啱啱開始接受培育嘅修女。呢一啲未做過媽媽嘅少女喺嚴重缺乏資源嘅情況下，要照顧一啲有特殊需要嘅孩子，生活非常艱辛。然後有一個爐子，爐子下面做鍋，就是鍋裏面是煮的東西，是要吃的東西。然後鍋上面再有一個
笼子，这个笼子上面放的尿片、什么棉被，然后衣服要烘干嘛，这就是我们的烘干机。就这些烘干的下面就是火炉子，我们在里面做饭。所以有时候觉得那个时刻没有什么痛苦，觉得我们就很单纯的，我们是来成圣，我们是要接受考验，我們就要吃苦了，所以那個時刻大家都覺得很快樂的。佢哋嘅信德同愛德經過好嚴峻嘅磨練，但係天主亦俾佢哋足夠嘅恩典去面對挑戰。特殊的年代，天主給我們特殊的恩典，放到今天來講，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在90年代前後的時候，我們覺得真的是天主很奇妙的，修會的修女們的比例和孩子的比例常常成正比，一直維持了好多年都是成正比的，就多一個孩子就差不多就多一個修女。到咗今日，德蘭會有90多位修女，雖然近年中國唔少地區嘅聖召有減少嘅趨勢，但係仍然有不少年輕嘅女孩願意加入德蘭會。20多歲嘅黃修女就係其中一個少女願意放棄花花世界去做修女，身邊嘅朋友都有不同嘅反應。我的教內的朋友，他們會覺得挺支持我，很理解我，但是當然有的也不太理解。但是對於我的一些同學啊，可能他們特別是教外的朋友，可能他們就覺得不太理解。但是他們我覺得很有安慰的是，他們又特別喜歡跟我在一起。我覺得哎呀，我這種身份還有就是說我這種工作，他們也是特別喜歡的，而且知道哎呀，王池是一個那個善良的人有愛心的人，是吧？我常常就是說，我就很高興我這種身份能夠喚起他們這種，就是他們看到我的時候，當然他們不認識這個神，但是他們知道世界上有一個向外愛的人，他們也能這樣。當然很多時候他們可能就是因為畢竟度這種生活的人比較少，所以他們覺得哎，你可能會孤獨啊，或者你怎麼生活呢？你的經濟來源呢？他們有一大堆的問題要問我。至於佢嘅父母，對於自己嘅女兒放棄建立家庭同前途去做修女，總會有啲唔捨得。雖然他們都是算是老奉教的，但是他們也很喜歡神父啊、修女啊，喜歡這些修道人。但是當說把我自己奉獻出去的時候，一開始的時候是心裡有一些不捨的，但是他們就是沒有明顯的說反對我怎麼的，他們還是說默默的支持，但是有一些擔心在。其實唔少女孩子決定加入德蘭會，都係為咗追求嗰種嚟自天主嘅永恆而圓滿嘅愛。那對我來說呢，就是渴望一份、追尋一份完滿的愛，就是這個愛呢能夠完全的包容一個人的所有，包括你的優點、缺點，那你不完美的地方，甚至罪過，就是想有一個這樣的愛，能夠完全的接納自己的這樣的一份愛，就是那我就在看這個人間嘛，就是說當然夫妻之間的話也有愛，但是好像對我來說的還不夠，就是那就追就追到天主那裡去了，然後在天主那裡可以完全的得到這樣的一份愛，這個是我的一個聖召的一個做修女追尋聖召一個最根本的一個動力吧，就是其實從小的時候就那時候是10幾歲的時候，第一次接觸修女的時候，就看到修女是活得非常的陽光，然後非常的自由，然後非常開心，就覺得是在他們的生命當中是有着一種非常吸引我的一種東西，但是我當時我不清楚是什麼東西，然後我就想，哎，長大了我也要像他們一樣，就中學畢業以後，就自己再去看自己聖召的時候，其實發覺，在這個動力的背後，還有更吸引自己的地方，就是天主的那種愛，天主無限的那種愛，無條件的那種愛，就讓自己感覺，
我需要在这样的一種永恆的、無條件的這樣的一種愛的氛圍裡，去生活、去成長。由1988年德蘭會復會到而家，佢哋其中一項重要嘅工作就係照顧殘疾嘅孤兒。佢哋所辦嘅孤兒院同復康中心就叫黎明之家。目前黎明之家大概照顧住110名孤兒，為咗令小朋友有健康嘅成長環境，有近一半嘅孤兒都會被安排喺寄養家庭生活，而殘疾嚴重同冇能力照顧自己嘅就喺黎明之家嘅院舍內生活。佢哋設於邊村嘅護理部就係年紀最細同殘障最嚴重嘅孤兒嘅屋企。德蘭會嘅修女就係守護呢啲被遺棄嘅孤兒嘅天使。有一個女孩，當她被遺棄之後，她牽着我的手，說：我爸爸帶我從那邊走過來的，你帶我去找我爸爸，帶我去找我媽媽，是從那邊而來的。其實他也不知道方向，他就一味的要往那個方向走，去找他爸爸，找他媽媽，一直哭了好幾天。所以孩子的哭聲為我來說就特別的心痛，因為他離開父母之後，這樣的一個經驗會伴隨他很長甚至一生的時間。最大的動力吧，就是這種愛吧。尤其是這個孩子吧，他們雖然留下了我們的護理的孩子，他們不會說話，好像用語言給別人很少去溝通啊，他們也不會表達自己的需要啊、需求啊，都不會表達，但是他們這種，好像是每天都默默地承受自己的這痛苦啊，我都有一想啊，他們就是受苦的耶穌啊，耶穌在十字架上，他就是默默地承受這種痛苦，他就是為我們全人類啊，把自己這個痛苦就是奉獻給，孩子們也是每天的承受這種痛苦，他們也是默默的奉獻也是，對，好像就這個為這個全人類啊，為這個世界啊做點補贖啊。黎明之家嘅服務目標就係為殘障兒童創造溫馨嘅成長環境，使佢哋能夠健康發展，融入社會，為佢哋帶嚟希望。就是我們黎明之家呢，就是說他就是借着這種服務呢，比如說這個，就是願意讓這些邊緣的人或者弱小的這些弟兄們，讓他們去感受到一份貼入的愛，所以呢，比如說我們護理這些孤兒們，這是一種。還有就是現在社會上，就是我們中國有很多腦癱的兒童，那中國呢在這方面做的很少，所以我們特別因為我們也是從孤兒中看到被遺棄的孩子很多都是腦癱的兒童，所以呢我們特別關注這些腦癱的兒童。那我們也去借着探訪呢，也發現這些腦癱的兒童呢，他們在受教育方面或者是一個是康復，一個是教育，一個是這個他們在生活自理這一方面都是得不到平等的一個，或者他的權利都得不到所以呢我們就是在這方面去服務。居於加拿大滿地可嘅張宇南執事曾經多次探訪位於邊村嘅黎明之家，而其中一位孤兒令佢印象難忘。喺大約係6年前左右咧，咁我哋又去到啱啱去拜訪佢哋啦，問候佢哋啦。突然之間咧，就修女話俾我聽，佢話咧前邊喺前邊冇幾遠咧，有位男仔啱啱係幾個星期大嘅啫，你要睇下佢，我哋啱啱喺個修院門口嗰度係執翻嚟嘅，咁我去睇下佢嗰陣時喺個 BB 床嗰度啦。如果我用我哋嘅平常人嘅眼光咧，我哋可以真係唔敢睇呢位小朋友嘅。因為咧當時嚟講咧，呢位小朋友咧就好大嘅缺陷，冇咗個鼻嘅，完全個鼻咧得翻少少嘅啫，跟住咧個腦上邊嗰度咧個頭咧生咗一個大瘤，呢度又生個大瘤，前邊又生個大瘤，咁變咗咧好似一個唔係好可觀嘅細蚊仔。但係當我哋睇得到修女抱起呢位細蚊仔嗰陣時候咧，哇！
嗰份熱愛對呢位細蚊仔好似抱住耶穌聖嬰咁樣嘅。我今天看他，對我的這個念想太深刻了，沒有可能啊！我現在想沒有可能啊，但是現在能看見他們在創造奇蹟，所以我特別帶我女兒啊，跟我侄女啊嚟啊，我俾佢體驗下，希望佢哋諗生命係咩嘢回事。結果咧，啲醫生喺當時嚟講咧，話佢最多係幾個月頭嘅生命嘅啫。原來佢一直喺修女嘅大愛之照顧之下，不斷好多時候咧帶佢去睇醫生，希望有啲嘅突破。但係好多醫生咧都話冇得救嘅，唔可以改變。但係咧，亦都係話呢位小朋友最多都係1年半載嘅咧就會離開㗎啦。但係修女冇話因為佢咁短暫嘅人生而放棄到佢。結果呢位小朋友啱喺上個月咁上下咧先離開，足咧喺我呢個世界上咧所謂有6年嘅生命。雖然喺我哋人世嘅眼光咧覺得係好短暫啊，好可惜，但係咧呢個修女嘅眼光咧係覺得係好一個珍貴嘅珠寶。嗰份慈祥嘅態度咧，佢係修女係尊重每一個人都係一個寶貴嘅生命。我們相信呢，天主創造的人的最寶貴的是人有一個靈魂，所以不管他的生命的狀態是什麼樣子，他的能力是什麼樣子的都沒有關係，生命都是平等的都值得是被尊重的。那對我們來說，我們就要這樣服侍一個這樣被天主所愛，然後他值得被任何人所尊重的這樣的生命。好多喺黎明之家服務嘅修女，每日嘅工作就係照顧嗰啲嚴重殘障嘅孤兒嘅起居飲食同個人衛生。喺外來人睇嚟，可能係一啲刻板甚至卑微同厭惡性嘅工作，但係修女們就好享受呢一種簡單嘅生活。尤其是邊村這些比較嚴重的腦癱或者智障的孩子們，就跟他們在一起就感覺就活得非常的簡單，非常的單純，就沒有世俗的那些那種名譽啊，那種地位啊，那種競爭啊，就感覺自己就好像生活在一種童話世界裡那樣的一種感受，非常簡單，什麼都比如說這一天其實從早晨一直到晚上一天的時間是比較累的，感覺有時候是非常非常累的，好像拖着一天非常疲憊的身體，如果到孩子們面前的時候，就感覺孩子們即便是調皮呀，或者是跟你發生點什麼事情啊，甚至把一些東西打碎了、弄壞了，或者是說就是發生點什麼意外的事情，但是看到孩子們那種非常天真的那種表情、那種笑臉，就感覺一天的疲憊馬上就煙消雲散了。我覺得就是從這些非常單純的簡單的孩子們身上，就教會了我怎麼樣去看待生活，怎麼樣去活自己的生命不僅僅是去為他們服務，去教他們什麼，而真的是跟他們在一起的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邊，讓我學到了很多，讓我也有勇氣、有力量、有能力去面對我自己跟我就是所負責的這些事情吧。所以好多時候咧，你可以睇到佢哋咧喺生活之中咧係好簡單，可以講得到咧簡單到咧，如果喺某啲人嘅眼中咧係有個貧困，但係當你正式留意到佢哋嘅生活嗰陣時候咧，你覺得咧佢哋咧係好寬容嘅，係好開心嘅，因為佢對天主嘅信靠，佢冇話因為哎呀弊啦我今日有一餐，聽日又點樣啊？冇嘅。所以完全都係生活在係信賴天主嘅生活之中。透過服侍呢一啲弱小嘅孩子，修女們對生命同信仰都有好深刻嘅體會。我就覺得當和他們在一起的時候，也是逐漸認識我自己的一個過程。因為他們的殘障，我們每個人，我感覺到我自己也不是一個完美的，是有限度的，有缺點的。在服務他們的過程當中，也是在體會一個做媽媽的心情，就是在想媽媽如果會怎麼做，然後自己應該是一個怎樣的心情。有的時候就覺得自己雖然在服務他們，但是好像
有一种感觉，好像永远也体会不到做妈妈的那种心情的，所以自己就尽量的就是好像就是一個服務耶穌的心態，這樣去服務他們吧。日復日照顧住一群身體狀況同各種能力都冇咩希望會改善嘅小孩子，無論呢啲修女有幾大嘅愛心，有時都係難免會感到失望同沮喪。喺呢一個時候，天主就係佢哋力量嘅泉源。其實當自己非常無助的時候，或者是甚至在這些孩子們身上，自己有時候也會感覺好像沒有什麼希望，也沒有什麼，好像永遠都是這樣，沒有出頭之日啊，跟自己想象的差距很大。有時候也會自暴自棄啊，也會有沮喪啊，也會有感覺不知道怎麼樣去讓孩子們有一個更好的一個環境，讓他們比較健康的、比較正向的去發展。所以自己有時候也會非常的發愁，然後這個時候自己就沒有辦法去就是沒有不知道去依靠誰的時候，所以這個時候就覺得是天主是最大的一個強有力的一個支持，一個力量，就會去祈禱，在祈禱當中，然後去尋找方向。當我不看天主的時候，我覺得困難處處都有。當我看天主的時候，我覺得就沒有了。呢幾日有幾位嚟自美國嘅基督教徒到黎明之家探訪。美籍華僑黃先生已經認識黎明之家10多年，佢每隔幾年就會嚟到呢一度探望修女們同佢哋照顧嘅孩子，因為喺呢一啲修女身上，佢見證到活潑嘅信德。尤其是我們看到這裡的這個修女，還有那些神父們，他們的每的工作，他們是身體力行，他們不只是在信念上面對神的愛，然後但是他們真正身體的全力的付出。所以我們是來都是覺得說，是我從他們身上可以得到什麼，而不是說我們來的時候可以幫助他們什麼。孤兒院同康復中心嘅經費主要嚟自當地同外地教友嘅捐助，並冇固定嘅收入來源。修女都係將佢哋嘅工作完全交託俾天主。天天有人問我們的問題，你們將來怎麼辦？孩子們長大了怎麼辦？資金來源怎麼樣？天天有人問這些問題，我覺得這些問題實際上是很實際的、很現實的，但是呢，都是未知的。問什麼我們也是不知道，都在天主手裡。但相信天主的孩子，天主會照顧。我覺得咧，佢哋真係唔係話驚住話聽日夠唔夠錢啦，或者有冇飯開啦。佢哋時時都話天主咧一定會照顧佢哋嘅，所以我哋亦都係感謝天主賜俾佢哋嘅呢份咁嘅大嘅信念，我哋亦都可以向佢哋學習。在我們的生活之中借着一些小事，借着我們的付出，借着我們的奉獻，去把我們從耶穌那裡得來的這種生命也傳遞給別人，分享給別人。德蘭會嘅其中一個核心價值就係要效法佢哋修會嘅主保聖女小德蘭，以不平凡嘅心做平凡嘅事，喺一切行動中注入愛嘅活力，以赤子之心表達對天父嘅信賴，並喺愛內向天父交託。呢一啲修女喺照顧孤兒嘅時候，充分咁活出咗佢哋修會嘅靈修精神。下一集我哋會睇睇修女點樣幫助黎明之家嘅孤殘青年學習過獨立嘅生活。住喺河北省黎明之家嘅孤兒，雖然身體有缺陷，但係佢哋都希望能夠照顧自己，獨立生活。如果是不讓他動手的話，他還不高興，所以就開始鍛鍊。德蘭會嘅修女到底點樣培育呢一啲殘障嘅年輕人呢？將來希望他們都出去工作，但是也是這是我們最終的希望了，也是他們的渴望。請留意呢一個星期嘅愛常傳。是誰為愛世人願捨身？這禮物化作活泉的心靈，
幸福是接受和活出這禮物的真諦，教我學習愛到痛時就如遇見主。人一生最如緊，豔陽縱使多耀眼，如若沒愛，彷彿天空阻隔了光線的障紋。請潔淨我心眼，長留着愛的恩泉，清澈璀璨。